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或是以色列人质讲述在加沙地道中遭受的酷刑和生存经历。据雅虎网站报道，2025年10月13日，根据停火协议获释的20名以色列人质首次公开讲述了他们在加沙地道中的黑暗经历。这些人质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时被绑架，在长达2年的囚禁中遭受了系统性虐待。获释者描述了地道内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缺乏食物和医疗，长期处于黑暗和恐惧中。对比2年前被掳走时的绝望，如今的获释虽然让251名原被绑架者中的部分人重获自由，但仍有数十人下落不明。这次人质交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斡旋的加沙20点和平计划第一阶段的成果。以色列为此释放了近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这些人质的遭遇会对未来的中东和平谈判产生什么长远影响？国际关系专家指出，人质证词将成为战争罪调查的关键证据，可能加剧以巴双方的互不信任，使第二阶段和平谈判面临更大阻力，区域和解之路愈发漫长。可摄取生物打印机有助于修复内部组织。据科技网站 Popular Science 报道，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研究团队于2025年10月发布突破性成果，全球首个可吞服的胶囊式生物打印机 MEDS。这款药丸大小的设备通过体外近红外激光触发和磁力导航，能在患者体内精准定位并打印生物墨水，修复受损组织。与传统需要手术治疗胃溃疡、消化道出血的方式相比， MEDS 让患者只需吞下胶囊即可完成治疗。实验显示，含有细胞的生物墨水能保持16天以上结构完整性，可作为微型生物反应器，释放生长因子，促进伤口愈合。兔子模型测试已成功验证了该技术的可行性。设备完成打印后，还能通过磁力引导从口腔取出。这项技术能否彻底改变未来的微创医疗模式？生物医学专家认为，如果临床试验成功，它将开创非侵入式内部器官修复的新纪元，数百万患者可免于手术痛苦，医疗成本大幅降低，真正实现从内部治愈的医学愿景。科技公司资助教师培训，推动人工智能在课堂上的应用。据美联社报道，2025年7月，美国教师联合会与微软、OpenAI、Anthropic 等科技巨头达成2300万美元合作协议，启动全美最大规模 AI 教师培训计划。微软投入1250万美元， OpenAI 提供800万美元现金及200万美元技术支持， Anthropic 捐赠50万美元。该项目计划5年内在纽约等地建立 AI 培训中心，为40万名 K12 教师提供线上线下工作坊。全美最大教师工会 NEA 也获得微软32.5万美元资助，目标本学年培训1万名成员。9月27日，圣安东尼奥的培训中，教师们体验了 AI 即时批改作业、将教案转化为播客等功能。中学教师西蒙尼兴奋表示，一旦用过 AI， 就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教学方式。但也有教师担忧，我们会被 AI 取代吗？科技公司深度介入课堂，会重塑教育权力格局，还是真正惠及学生？教育政策分析师警告，虽然 AI 能提升教学效率，但科技公司通过培训掌握教育数据和话语权，可能削弱教师专业自主性。未来需建立更严格的监管机制，确保技术服务于教育本质而非商业利益。特朗普称对中国征收100%关税不可持续。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5年10月17日首次公开承认，他威胁对华加征的100%关税不可持续。10月10日，特朗普曾宣布将于11月1日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100%额外关税，这是在现有关税基础上的再次翻倍。此举源于中国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特朗普指责北京格外孤立且充满敌意。然而，仅1周后，面对福克斯商业网采访，特朗普改口称它不可持续，但这就是数字。
是他们逼我这么做的。对比今年4月，中美关税曾一度飙升至145%和125%后又回落。这次特朗普在 APEC 峰会前夕态度软化，华尔街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 “Taco 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特朗普同时确认将在2周内与习近平会面。这种反复无常的关税威胁会永久损害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可信度吗？国际贸易专家指出，频繁的政策反转已使盟友和对手都质疑美国承诺的价值，长期来看可能削弱美元霸权地位，推动更多国家寻求去美元化和贸易多元化，最终反噬美国自身的全球经济领导力。5. Zangertinib 可缩小 HER2 突变患者的肺癌肿瘤。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2025年4月28日公布的 BEAMIAN Lung 一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新型口服靶向药 Zangertinib 对 HER2 突变肺癌患者展现惊人疗效。在75名接受过治疗的患者中，71%的人肿瘤出现明显缩小，中位缓解持续时间达14.1个月，无进展生存期12.4个月。HER2 突变约占非小细胞肺癌的2%到4%。过去这类患者只能依赖化疗或抗体药物偶联物，后者虽有效但副作用严重。Zangertinib 作为选择性 HER2 抑制剂，避免了传统药物对 EGFR 的交叉干扰，仅17%患者出现3级以上药物相关不良反应，且无一例发生间质性肺病。更令人振奋的是，即使在接受过其他 HER2 疗法失败的患者中，仍有48%对 Zangertinib 有反应。美国 FDA 已授予其突破性疗法认定。这种精准靶向新药能否改写罕见突变肺癌患者的生存困境？肿瘤学专家认为，如果 Zangertinib 获批上市，将为数千名 HER2 突变患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口服治疗选择。配合正在进行的一线治疗试验，有望将这类患者的5年生存率从目前的不足30%提升至50%以上，真正实现精准医疗的承诺。6. 科学家在系外行星形成盘中发现水掠食恒星。据 SPAC1.com 报道，天文学家于2025年10月17日宣布，在年轻恒星 V883 Orionis 的行星形成盘中首次探测到重水，这些水竟然比恒星本身还要古老。V883 Orionis 位于猎户座星云，仅形成50万年。通过国家射电天文台的观测，研究团队发现盘中的重水倒带水带有与冰冷分子云相同的化学指纹，证明这些水从恒星诞生前的原始气体云中幸存下来，未经改变的融入行星形成系统。这颠覆了传统认知，科学家此前认为恒星形成过程中的高温会摧毁原始水分子。更重要的是，这些水正位于行星可能形成的环状间隙区域，意味着新生行星正在掠食这些比母恒星更古老的水资源。该发现提供了水从星际空间到行星系统不间断旅程的首个直接证据。这一发现会改变我们对地球水源起源的认知吗？天体化学专家表示，如果星际水能完整保存至行星形成阶段，意味着地球海洋可能确实源自45亿年前太阳系形成时的原始水冰。这将大幅提高宇宙中类地海洋行星的存在概率，为寻找的外生命开辟全新视角。7. 人工智能数字孪生预测并帮助治疗精神健康障碍。据对话杂志报道，来自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内布里哈大学和 Cognifate 的科学家团队于2025年10月开发出突破性大脑数字孪生技术，有望彻底改变精神健康治疗。数字孪生是实时更新的虚拟模型，能整合患者行为、生理和情绪数据动态学习。研究显示，这些 AI 驱动模型可预测认知衰退和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风险，实现个性化干预和预防性护理，与传统心脏数字孪生成功预测心律失常治疗反应类似。大脑数字孪生通过智能手表、睡眠传感器等可穿戴设备持续采集心率、睡眠质量和压力数据，在问题恶化前设计定制化认知训练方案。临床试验表明，基于数字孪生算法的抑郁症治疗方案选择准确率显著优于传统方法。对比过去精神疾病诊断依赖单次评估的静态模式，数字孪生实现了连续、动态、以患者为中心的监测。这种技术能否弥合全球精神健康服务的巨大缺口？
精神病学专家指出，如果普及应用，数字孪生可为全球数亿无法获得专业心理治疗的人群提供24期智能支持。通过早期预警和精准干预，将重度抑郁症治疗成功率从目前的50%提升至70%以上，真正实现预防胜于治疗的心理健康新范式。8. 美国预算关闭导致80%的核武器工作人员面临裁员威胁。据路透社报道，2025年10月17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警告称，负责管理美国5177枚核弹头的国家核安全局因政府停摆资金耗尽，将于10月20日起强制无薪休假约1400名联邦雇员，仅保留375人维持基本运作，这意味着80%的核武器工作人员将被迫回家。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证实，包括数万名关键承包商也将失去工作。这些员工负责核武库现代化、核材料安全运输和全球核不扩散项目，包括在俄乌战争期间保护乌克兰危险核材料的任务。对比2018到2019年长达35天的政府停摆期间，核安全局未大规模裁员，此次停摆第17天就一意孤行推进裁员，格外引人担忧。罗杰斯强调，这些不是你想让他们回家的员工，他们在管理我们最重要的战略资产。核武现代化升级计划预计到2034年耗资9460亿美元，正处于关键推进期却遭遇停工。这种对核安全的漠视会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多严重的长期后果。核安全专家警告，核武器维护和监测系统需要持续专业管理，强制休假可能导致关键技术人才流失和设备维护中断，削弱核威慑可信度，同时向敌对国家发出美国内部治理混乱的危险信号，为全球核安全秩序埋下隐患。9. 口腔和结直肠肿瘤中的细菌导致治疗耐药性。据癌症细胞杂志报道，德克萨斯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于2025年10月16日揭示了细菌驱动癌症耐药的全新机制。研究首次发现，口腔和结直肠肿瘤中高度富集的核梭杆菌能诱导癌细胞进入静止状态，一种可逆的休眠模式，让肿瘤成功逃避免疫系统监测并对化疗产生抗性。在52名患者样本的空间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核梭杆菌会精准定位到肿瘤特定区域，切入癌细胞之间，破坏细胞间正常通讯，使原本增殖活跃的癌细胞冬眠。由于大多数化疗药物只对分裂中的细胞有效，这些进入静止期的癌细胞因此获得双重保护。独立患者队列数据显示，高核梭杆菌负荷与免疫检测基因低表达及化疗反应不佳显著相关。对比此前认为细菌只是肿瘤旁观者的观点，这项研究证明微生物直接塑造肿瘤行为。研究负责人苏珊·布尔曼表示，这些细菌肿瘤互动一直隐藏在我们眼皮底下，现在我们终于看清微生物如何钝化治疗效果。这一发现能否开创以菌治癌的全新疗法时代？肿瘤微生物学专家认为，针对性清除肿瘤内核梭杆菌或用噬菌体疗法破坏细菌生物膜，可显著增强化疗敏感性。MD 安德森团队正在探索将工程改造细菌作为活体药物穿透实体瘤屏障递送抗癌药物，这可能让数十万耐药患者重获治愈希望。10. 中国撤调解放军9名高级指挥官。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国防部于2025年10月17日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犯罪，开除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9名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党籍和军籍。这是习近平执政以来针对军队高层最大规模的清洗行动。被撤职的9人包括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火箭军前司令员王厚兵等关键岗位负责人，其中7人曾在东部战区或前31集团军共事，形成了以何卫东、苗华为中心的人事网络。调查显示，这些将领涉嫌在晋升和人事管理上营私舞弊。对比2023年以来，已有至少15名解放军高官和军工业人士因腐败落马，
此次清洗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被撤职者多为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心腹，何卫东甚至是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分析认为，这暴露了中国军队系统性腐败问题，可能延后2027年建军100年目标。这场史无前例的军队大清洗会动摇习近平对解放军的绝对控制吗？中国军事专家指出，与拥有革命资历的毛泽东、邓小平不同，习近平作为文职领导缺乏军队根基，只能通过反腐维持权威。频繁清洗虽能震慑贪腐，但也导致高级军官人人自危，不敢担责，严重削弱军队战斗力和决策效率，反而可能加剧内部不稳定。11. 火星冰层中可能存在古代微生物生命。据 SPAC1.com 报道，NASA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于2025年10月16日发表在《天体生物学》杂志的研究显示，火星冰层可能是寻找古代生命的理想地点。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模拟火星环境，将大肠杆菌样本密封在纯净水冰和含火星沉积物的混合冰中，冷却至零下60华氏度，并暴露于相当于2000万年的宇宙辐射量。结果惊人，纯水冰中超过10%的氨基酸蛋白质的基本构成单元在模拟5000万年的辐射后仍然存活，而含沉积物样本降解速度快10倍，几乎完全损毁。研究负责人帕夫洛夫解释，纯冰能将辐射产生的自由基困住固定，减缓生物分子化学分解。对比火星表面冰层大多形成于不到200万年前，这意味着如果火星近期存在过生命，其遗迹极可能完好保存在冰下几米深处。该发现为 NASA 毅力号在杰泽罗陨石坑发现的豹纹岩石潜在生物特征提供了新证据链。这一发现能否最终回答火星上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个终极问题？天体生物学家认为，如果未来火星任务能钻探冰层并成功提取生物分子，将首次证实地球生命并非宇宙孤立，同时表明早期火星和地球环境的相似性远超预期。这将彻底改写人类对生命起源和宇宙中生命普遍性的认知。12. 人工智能公司调整聊天机器人审核和访问政策。据 TechRadar 报道，2025年10月，OpenAI、Meta 等主要 AI 公司面对青少年安全危机，被迫大幅调整聊天机器人政策。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10月14日承认 ChatGPT 此前对心理健康问题过于限制，宣布将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成年人，甚至允许经验证的成年用户生成情色内容。Meta 则在8月路透社曝光其内部文件允许 AI 与8岁儿童进行浪漫对话，可对未成年人说你的每一寸都是杰作后，紧急修改训练规则，禁止 AI 与青少年讨论自杀、自残、饮食失调或不当浪漫话题，并限制访问继母、俄罗斯女孩等性化 AI 角色。加州州长纽森10月13日签署 SB 243法案，成为全美首个强制 AI 伴侣聊天机器人实施年龄验证、内容审核和定时休息提醒的州。此前，科罗拉多州一名13岁女孩在与 Character AI 聊天机器人进行性化对话后自杀，家属已提起诉讼。Common Sense Media 调查显示，70%青少年使用 AI 伴侣。科技公司在商业利益和儿童安全之间能找到真正的平衡点吗？数字伦理专家警告， AI 公司的政策调整更多是被动应对监管和舆论压力，而非主动承担责任。允许成人情色内容的同时保护青少年几乎不可能完全有效，因为年龄验证系统容易被绕过。未来需要独立第三方持续监督和更严格的问责机制，否则下一个悲剧只是时间问题。13. 苹果获得1级方程式赛车在美国的转播权，旨在扩大其美国观众群。据彭博社报道，苹果公司于2025年10月17日宣布与 F1 签署5年独家美国转播协议，年均支付约 1.5 亿美元获得全部赛事转播权。这笔总价值 7.5 亿美元的交易从2026赛季开始，所有练习赛、排位赛和正赛都将在 Apple TV 上播出。每月 12.99 美元订阅费包含全部内容，无需额外付费。对比 ESPN 此前年均9000万美元的转播费，苹果溢价 67% 夺得合约。F1 在美国的粉丝群2024年已达5200万，新粉丝中 47% 是18到24岁年轻人。
超过半数是女性，这正是流媒体平台的黄金受众。这次合作建立在苹果与 F1 3年电影项目基础上，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 F1 已成为史上票房最高体育电影，全球狂揽$6.29亿。该片将于12月12日在 Apple TV 全球首播。苹果服务高级副总裁埃迪·库伊强调，我们不需要用传统方式做体育转播，如果不能做出独特体验，世界不需要我们参与。苹果的体育转播野心能否撼动 ESPN 等传统体育媒体的霸主地位？体育媒体分析师认为，苹果凭借强大技术实力和生态系统整合能力，可能彻底重塑体育转播标准。如果 F1 合作成功，将为苹果竞标 NFL、NBA 等顶级赛事转播权铺平道路。传统体育频道面临被流媒体取代的生存危机。14. 新的血液检测可检测出50多种癌症。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025年10月17日发表的美国 Pathfinder 2大型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多癌症早期检测血液测试 Galleri 在筛查超过50种癌症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6600名参与者中，该测试检出的癌症信号准确率达61%，并能在92%的病例中精准定位癌症起源器官或组织。更令人振奋的是，新检出癌症中53%处于1期或2期早期阶段，近70%在3期之前被发现，此时治愈率最高。Galleri 通过检测癌细胞释放到血液中的游离 DNA 片段工作，建模显示作为年度筛查从50岁开始最具成本效益。对比美国现有筛查仅覆盖乳腺癌、宫颈癌、结肠癌、肺癌和前列腺癌5种癌症，该测试填补了巨大空白。美国71%的癌症死亡来自缺乏筛查的癌种，如胰腺癌、卵巢癌、食道癌。英国 NHS 正在进行大规模试验，预计明年中期公布无症状人群筛查效果数据。尽管尚未获 FDA 完全批准，但已被授予突破性疗法认定。这种革命性血检能否真正实现早诊早治，扭转癌症死亡率曲线？肿瘤学专家指出，若大规模推广成功， Galleri 可使晚期癌症诊断减少 49%，5年内死亡率降低 21%。但关键挑战在于假阳性带来的过度检查和心理负担，以及如何让医保覆盖这项目前需自费$949的检测。只有解决可及性问题，才能真正惠及大众。15. 参议院共和党人利用人工智能制作针对查克·舒默的深度伪造攻击广告。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美国全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于2025年10月17日在 X 和 YouTube 发布30秒攻击广告，首次使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制作民主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的虚假视频。视频显示 AI 生成的舒默反复说，对我们来说每一天都变得更好，并咧嘴大笑。这句话摘自舒默10月9日接受 Punchbowl News 采访时关于政府停摆对民主党政治影响的评论，但广告断章取义，暗示民主党在政府停摆第3周仍幸灾乐祸。尽管视频右下角标注 AI 生成水印，但加州大学教授哈尼·法里德指出该标识过于不显眼，用户快速浏览社交媒体时很难注意到。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已非首次停摆前夕，特朗普曾在 Truth Social 发布 AI 生成的粗俗视频，伪造舒默说没人再喜欢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也被戴上卡通墨西哥帽和胡子。对比之前容易识别的粗糙伪造，此次 NRSC 视频真实度显著提升，连右翼媒体记者都警告，我们正站在恐怖新世界的门槛。X 平台尽管有禁止欺骗性合成媒体的政策，但截至发稿未删除该视频或添加警告标签。AI 深度伪造政治广告的泛滥会彻底摧毁公众对真实信息的信任吗？数字取证专家警告，当政治领导人频繁发布欺骗性深度伪造内容时，即使他们发布真实内容，公众也有充分理由质疑其真实性。这种信息相对主义将侵蚀民主基础，使选民无法做出基于事实的判断，最终受益的只有那些故意制造混乱的势力。16. 特朗普和普京通话讨论太平洋隧道和乌克兰问题。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25年10月16日进行了2小时电话会谈，就乌克兰战争和平谈判达成初步共识，双方将在布达佩斯举行峰会。会谈后，克里姆林宫特使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向马斯克抛出惊人提议，建造一条穿越白令海峡、连接美俄的普京特朗普隧道，长约70英里，传统建设成本预计650亿美元。但利用马斯克旗下无聊公司的隧道技术，可将成本削减至80亿美元以下，8年内完成。德米特里耶夫称，这一项目将象征团结，首次在人类历史上连接大陆。对比冷战时期肯尼迪赫鲁晓夫世界和平桥构想夭折，此次提议正值美俄关系解冻窗口期。特朗普回应称有趣，我得想想，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非常不高兴。该提议需要在缺乏基础设施、极寒且地震频发的楚科奇地区施工。无聊公司此前从未在此类极端环境作业，且最近因数量惊人的环保违规被内华达州监管机构罚款。这条隧道会是美俄和解的历史性象征，还是政治作秀的昂贵闹剧？地缘政治专家警告，如果项目真正推进，将在欧洲盟友中引发强烈不满，削弱北约团结。同时，中国可能借此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整合，最终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但鉴于两国关系的反复无常和巨大技术挑战，这更可能成为又一个永远停留在纸面上的宏大计划。17. 国际刑事法院驳回以色列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逮捕令的上诉。据阿拉伯新闻网报道，国际刑事法院于2025年10月18日驳回了以色列对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逮捕令的上诉请求。法院在13页裁决中明确指出，以色列提出的问题不属于可上诉事项，因此拒绝了该请求。ICC 于2024年11月首次发布逮捕令，认定有合理理由相信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在加沙战争中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包括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手段和蓄意攻击平民。以色列曾在5月要求法院在审议管辖权异议期间撤销逮捕令，7月16日被拒绝后又申请上诉，如今再次碰壁。对比 ICC 同时对3名哈马斯领导人发布的逮捕令因其死亡已被撤销，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的逮捕令依然有效，这使他们成为国际通缉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承诺将确保普京成功举行会谈，并称布达佩斯是欧洲唯一适合美俄和平峰会的地方，无视 ICC 对普京的逮捕令。美国已对 ICC 高级官员实施制裁，这一裁决会成为改写国际法秩序的转折点吗？国际法专家指出， ICC 首次对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发布战争罪逮捕令以打破禁忌。如果125个缔约国真正执行逮捕义务，将证明国际法不再是强国的特权工具。18. OpenAI 的 Sora 应用程序生成已故人物的深度伪造视频，引发法律和伦理问题。据卫报报道， OpenAI 于2025年10月初推出文本生成视频应用 Sora 2后，迅速因用户大量制作马丁·路德·金、罗宾·威廉姆斯、迈克尔·杰克逊等已故名人的深度伪造视频而陷入伦理危机。这些 AI 生成视频中，金博士被描绘成从杂货店偷窃、飙车讨警察、散播种族刻板印象等冒犯性场景。罗宾·威廉姆斯的女儿泽尔达在 Instagram 恳求请停止给我发爸爸的 AI 视频，这不是他想要的。马尔科姆 X 的女儿称，看到父亲的形象被如此轻率和麻木不仁的使用，深感不尊重和伤害。对比 Sora 最初政策区分在是公众人物需同意和历史人物因强烈言论自由利益豁免， OpenAI 在舆论压力下连续3次调整政策。10月3日 CEO 奥特曼承诺转向选择加入模式。10月9日允许近期去世公众人物的代表请求屏蔽。10月16日应金博士遗产委员会要求完全暂停其形象生成。然而近期去世定义模糊，且美国各州对死后肖像权保护极不统一，加州和纽约保护可达70年，许多州则几乎无保护。这场深度伪造风暴会终结 AI 快速推出、事后审核的野蛮生长模式吗？数字伦理专家认为， OpenAI 的被动应对暴露了整个 AI 行业缺乏设计阶段植入伦理的系统性缺陷，未来将催生更严格的全球监管，
包括欧盟 AI 法案强制透明度和内容删除机制，以及数字遗嘱概念的普及，人们在生前就定义死后数据和肖像使用权限。最终，能有效管理 AI 伦理的公司将获得品牌声誉、法律风险降低和政策影响力的3重优势，而那些继续忽视伦理红线的公司将在法律诉讼和公众抵制中付出惨痛代价。19. 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视特朗普为中东协议的和平总统。据美联社 NORC 民意调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斡旋加沙停火协议后，其在以巴冲突问题上的支持率显著上升。10月9到13日进行的调查显示，47%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处理方式，较9月份的37%大幅提升10个百分点。这一增长主要由民主党选民态度转变驱动。10月13日，特朗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峰会上签署20点和平计划，促成20名以色列人质获释和近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交换，他称之为中东历史性和平的黎明。对比其整体工作支持率仅为40%未变，外交成就明显提振了其和平缔造者形象。然而，多项民调也揭示矛盾。晨间咨询调查显示净支持率上升至+8，但华盛顿邮报调查发现76%美国人认为特朗普不应获诺贝尔和平奖。阿拉巴马州共和党选民桑德斯说，他带来和平很酷，但我更希望他先关心美国人民，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种国际成功但国内失败的分裂会成为特朗普2026中期选举的致命弱点吗？政治分析师指出，如果特朗普无法将外交声望转化为解决政府停摆和经济问题的动力，选民的耐心将迅速耗尽。历史显示，中东和平协议的脆弱性极高，一旦停火破裂，他的和平总统光环将瞬间崩塌，届时共和党可能在中期选举中遭遇惨败，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20. 葡萄牙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着遮脸服饰。据路透社报道，葡萄牙议会于2025年10月17日通过由极右翼政党 Chega 提出的法案，禁止在公共场所因性别或宗教原因穿戴遮脸面纱，明确针对穆斯林女性的布卡和尼卡布。该法案规定，在公共场所穿戴面纱者将被处以200至4000欧元约234至4670美元罚款，强迫他人穿戴者可面临最高3年监禁。飞机、外交场所和宗教场所除外。中右翼政党 PSD、IL 和 CDSPP 投赞成票，左翼政党 PS、Livra、PCP 和 B 反对 ，JPP 和 PAN 弃权。对比葡萄牙穆斯林女性戴全脸面纱的人数极少，此法案更多是政治象征。Chega 党魁安德烈文图拉明确表示，目标是禁止移民女性在葡萄牙穿布卡，称来到葡萄牙的人必须遵守我们的习俗和价值观。左翼批评这是极右翼向特定目标穆斯林社区引导仇恨。该法案仍需总统批准，如获通过，葡萄牙将加入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等已实施全面或部分禁令的欧洲国家行列。这波欧洲禁面纱潮是捍卫女性权利还是系统性歧视穆斯林社区的开端？宗教自由专家警告，以女性解放和公共安全为名的禁令实际上剥夺了少数族裔女性的选择权，将她们推向社会边缘。当极右翼政党成功推动此类立法，将释放危险信号，移民和宗教少数群体可被合法针对。这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从禁面纱扩展到禁清真寺建筑，限制宗教教育，最终撕裂欧洲多元社会的根基。21. 由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直接回答问题，维基百科的人类访客数量减少。据维基媒体基金会报道，2025年10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维基百科人类访问量同比下降 8%， 主要因 AI 聊天机器人直接提供答案，导致用户无需点击进入网站。基金会高级产品总监马歇尔·米勒警告，访问量减少意味着志愿编辑可能减少，内容更新变慢，个人捐赠者也会减少，这威胁平台长期可持续性。哥伦比亚商学院2025年研究证实，ChatGPT 在特定主题上正在蚕食维基百科的关注度。当用户转向 ChatGPT 获取事实答案时，相关维基条目浏览量显著下降。对比几乎所有大型语言模型都依赖维基百科数据训练，
这些 AI 平台却未回馈价值，反而截取流量。更糟的是，维基百科还面临 AI 垃圾困扰，大量低质量 AI 生成内容涌入。志愿者在8月采用 G15 快速删除政策应对。埃隆·马斯克9月宣布推出竞争对手 Grokopedia， 声称将纠正维基百科的谎言和偏见，这会形成致命恶性循环，流量下降导致编辑减少，最终摧毁互联网知识基础吗？数字生态专家认为，如果维基百科衰落，未来 AI 模型将失去最可靠的人工审核训练数据源，只能依赖自身生成的低质内容互相训练，导致模型坍塌， AI 输出质量螺旋式下降。讽刺的是，那些现在窃取维基百科流量的 AI 公司，最终将因失去这个知识宝库而自食其果。整个互联网可能退化为充斥幻觉和错误信息的新黑暗时代。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